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了。小妹妹关了这么久，想必你也是很想。今儿个我就做一回好人，帮帮他，怎么样？这有监控，你们就不怕狱警看到被关禁闭？老大，多亏了他的提醒儿。小妹妹，不要怕，哥哥来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说，谁指使你来的？没人指使，就他妈老子看你不顺眼。哟，还嘴硬，那换我来满足你。顾心雨是顾小二小姐，是她告诉我，不能让你从监狱里活着出去。顾心雨，出去，我娶你。怎么，刚跟野男人一夜春宵，又要赶场去勾引谁呀？心雨，原来是你想要害我！你这么做，爸妈知道吗？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，而你不过是被顾家收养的弃婴。心雨，你不是人！姐姐，我再送你一程好了，这就是你跟我抢江岩哥哥的代价啊！顾北生杀人未遂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1008号，到！有人保释，你可以提前出狱了。老大，有人要保释，会不会有诈？该来的躲不掉。你们放心，等我出狱后会替你们找律师申诉。至于他俩，你们看着处理。顾心雨，我亲爱的妹妹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想要见到你。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大小姐，好久不见呢。你是顾家司机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夫人说了，让我们来接您回去啊，替二小姐嫁给副管顾西周那个不能人道的。什么？替嫁？不，我不要。许慧荣她自己舍不得嫁你，就要把我送过去守活寡吗？这可由不得你拒绝。放开我！我就算死，也绝不替顾心雨嫁人！救命！救命！这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停车！不行，可慢点。少爷，老太太给您准备了只凤宴。
娘们儿，还会扎针啊！要不是哥们儿早有准备，还真不一定能管得着。臭婊子，喜欢扎针是吧？咱哥几个给他扎2针啊！啊，哈哈哈，来！哈哈哈哈！你被下药了？该死，我居然对他有了反应。女人，我是你撩起来的，可别后悔。我帮你。去医院。啊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们是什么人啊？封陆家家主的女，恭迎大小姐。帝都首富陆家，我不是弃婴吗？您小时候被保姆抱走了，陆家家主找了您23年，幸亏小姐在医院做了检测化验，我们这才能找到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姐，您被顾新宇起诉入狱，现在要提前保释您，要您替妹出嫁，需不需要陆家出手灭了顾家？这样太复杂。对了，我是怎么到医院的？是傅西周。难道他也知道我的身份？应该是巧合。傅西周深居简出，若非求医，极少出门。那个男人有点眼熟。守了20多年的身子就这么没了，这笔账你迟早要还。石青，有班主的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医生说你不能用脑过度，尽快找到班主的下落。我怀疑偷走班主的女人是暗杀者的同伙。妈，我不要嫁给傅西周，听说他是个丑绝人寰的病秧子。放心吧，心雨，你爸让你姐替你出嫁。顾北生，你最好能乖乖答应。我不答应！你个死丫头，一出来你就要造反！顾北生，我是你爸，我现在命令你替你妹妹嫁到傅家。我不。你今天要是敢动我，我就去傅家退婚。爸，姐姐，虽然你是被我们顾家收养的，但是我好歹叫了你22年姐姐呀。顾新宇，你要真当我是你姐姐，4年前你就不会下药害我，更不会把我送进监狱。北生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还要选个黄道吉日？住手！顾北生，你是要造反吗？闭嘴！我今天来顾家就办2件事，你们若是不答应，等到傅家前来退婚时，可别后悔。说，到底要做什么？这第1件事，刚刚我已经干完了。至于第2件，顾新宇，你4年前从我这儿拿走的翡翠扳指，还回来。我没拿，不承认是吧？那你好好翻翻黄历，选一个适合挨打的日子，到时候我再登门拜访。顾北生，只要我在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好过。大小姐，陆家权势滔天，对付顾家，您无需亲自动手，更不用委身下嫁傅西周。我这人麻烦得很，别人不要我做的，偏要做。至于傅家那小子，
也可以好好利用起来。是，陆家随时在您身后。你先去告诉陆家人，我的身份先别暴露，不然这场游戏就没得玩了。大小姐，前面有个老太太碰瓷，下去看看。姑娘，这老太太一看就是碰瓷的，你可别扶她呀。是呀，这扶一下，一套房可就没了。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林香，你送老人家去医院，我自己打车走。是。你是？这就是传闻中面目可憎的傅西周。昨天没看清，今天这么一看，嘿，还算不错。我是顾新宇的姐姐顾北生，你的替嫁未婚妻。是他？难道昨天是巧合，不是意外？就为了5000万彩礼，宁愿守活寡，也要争着替嫁。钱我不在乎，不过你人我看上。你信不信我把你这个满嘴假话的女人扔进鳄鱼池？傅先生，你的下面可能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啊。胡说！我是医生，况且我有没有胡说，你心里清楚。傅先生应该经常头痛，记忆不稳，那是因为头部有一个肿块，而且位置特殊，手术无法根治，所以才影响了下面的发挥。懂。只有我才能治好你。条件是什么？让我当你的富太太。所以昨天你是故意的？那纯属意外。实不相瞒，如果我不答应他们，他们就会把我送进监狱。所以你就好人做到底了。博取顾小姐，只是为了冲喜。冲喜？你是恩人，你说了算。滚！这么禁欲？不对，他面色发青，心律不齐，怕是……傅先生，你忍一下，我这就帮你治病。顾北生，你干什么呢？听到没？西周哥哥让你滚！石青，把他扔出去。石青，西周哥哥让你把这个女人扔出去。我说的是你。哥，该说不说，顾小姐的医术确实高。那我的提议，你是答应了？可以。顾小姐替我治病，我给你傅太太的身份，帮你复仇。那麻烦你一会儿陪我回一趟顾家呗，我去拿点东西。石青，背车去顾家。听说那个小贱人一进傅家就把那个傅西周给气犯病了。那万一傅家悔婚，我可怎么办？没想到刚分开不到1天，你们就这么想？顾北生，孽障！你居然还敢回来，得罪了整个傅家，我们整个家族都得遭殃。我看谁敢动我傅西周的女人！顾北生，你干什么呢？救人！我看你是想行凶吧？如果西周哥哥有什么事情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如果你不想他死，就闭嘴！你一个冲喜新娘狗叫什么？我是西周的妹妹，你要是治死了我哥，治死了他，我偿命。西周哥哥，石青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个女人扔出去！司马当做活马医，得罪了贾小姐。哎，你抓我干什么？你抓他呀！哥，你还好吗？他竟然只用几针就让我自己。刚刚就是这个女人，她用针扎你，是我一直在护着你。哥，你还好吗？滚！我看谁敢动我傅西周的女人！什么？他是傅西周？不是传闻他奇丑无比，怎么会这么帅？原来是姐夫呀，我还以为是姐姐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呢。我操！我傅西周的女人，还轮不着外人。这傅西周演技不错，不愧是我选中的人。我没胡说。4年前，姐姐在外面偷情，被我亲眼撞见。她想杀人灭口，被判4年。不信你去查。不了，她要想杀人，凭她的医术，
一定可以如愿以偿。倒是你们，如果不想顾家原地破产，往后就管好你的臭嘴，把我的东西还我！这个扳指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这个扳指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顾北生和傅西周为何都这么在意这个扳指？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渊源？4年前的平安夜，你当时在哪儿？4年前，难道那个夺走我第一次的狗男人是他？4年前，难道那个睡了顾北生的男人是他？管他是谁，都不能让顾北生攀上傅西周。4年前，我被姐姐推下楼梯，不小心伤到了头部。醒来时，这个扳指就在我手上了。难道她就是我出事前遇到的女人？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居然是他！傅西周，这个扳指是你的吗？不，这是我朋友委托我找了4年的东西。还好那人不是他。姐夫，这个扳指就是我的。顾星宇，你怎么证明这个扳指是你的？这枚扳指是有灵气的，会滴血认证。姐夫，验血就不必了吧，刀也太危险了。好，那就换针。万一傅西周知道我在骗他，整个顾家就完了。你不是说这是你的扳指吗？姐夫，我怕针，我也晕血。他当然不敢验，因为这枚扳指的主人根本不是他。姐姐，明明不是你的东西，却偏要抢，这下被打脸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因为这枚扳指被顾星宇占有太久，认他为主了吗？我可以再验一次。够了，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冒昧。就是啊，姐姐，就算你再验100次，也会是一样的结果。既然还不确定傅西周是不是那个狗男人，何不借顾星宇之手找出他的主人？过几天我朋友来帝都出差，你们俩都去傅家住几天。听姐夫的。既然扳指已经找到了，那咱们是不是应该顺藤摸瓜，救出真凶？那个人不是他。不是您说这枚扳指是您丢失的关键信物吗？又怎么那么确定不是顾星宇？直觉，给我盯紧顾星宇了，他一定和当年的事有关。姐姐，你可得好好感谢我，让你替嫁豪门。应该说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女人啊，上赶着被别人利用。你猜，傅西周要是知道被你耍了，那顾家的最终结局会如何呀？生，我一定要让你死！奶奶，那个替嫁养女顾北生，他已经住进傅家了。什么？这就赖上了？赶紧去把傅西周叫来，就说我病了。奶奶，好好的，干嘛咒自己生病啊？还不是被顾家给气的，拿个养女来充数，你居然还把人留下了，不怪他多嘴。奶奶，不是他存心替嫁，是顾家容不下他。您就看在他前2天刚救了你孙子的。师尊，您没事吧？没有哪里不舒服吧？幸亏他抢救及时，所以啊，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他留下吧。可惜了，我刚给你相中了个好姑娘，人美心甜，还会针灸，我还想着祖债孙长。那要不我辛苦一下，2个都娶了。你敢？奶奶，我现在什么情况，您还不清楚？唉，看来你们俩注定无缘，只能换一种方式报答了。现在奶奶啊，就一个心愿，赶紧抱上大孙子。知道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奶奶，我一想到以后咱们要跟那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同一屋檐啊，我就恶心。你等着，看奶奶怎么替你收拾她。
蒋小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奶奶让我传话，傅家呢不养闲人，你要是想留下呢，就必须当下人。你确定不是你的意思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奶奶她老人家呀，心脏不好，肯收留你呢，已经是上天恩赐了。无聊。本小姐要不是为了报恩，才不收你这种货。我听说啊，原本嫁进傅家的应该是顾二小姐，谁知道这个顾大小姐眼红人家，非要抢妹妹的位置，一家过来闹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顾小姐，我相信你一定不是那样的人吧？部长，要不要我替你说说？女人之间的事儿，男人少管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蒋小姐。我可没碰你啊！你也想碰瓷啊？我只是过来替奶奶传话罢了，你就这么对我，这不是诚心来打奶奶的脸吗？你来人，给我把这个没有教养的野丫头赶出傅家！奶奶，完了，光想着报答绿茶，忘了家里还有一尊老佛爷。蒋小姐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是你呀！是你呀！啊，小仙女儿，怎么是你呀？疼不疼？对不起，奶奶是无心的。奶奶，我不疼。哎呦，手都磕破了，怎么会不疼呢？奶奶给你呼呼。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关心我疼不疼。奶奶，你上次生病多吓人啊！你怎么不在医院多住几天，好好休养休养？还不是赶着回家看孙媳妇儿。我孙子眼光随我，一眼就相中你了。奶奶，那你不生气啦？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你可是我们傅家的救命恩人啊，这是命里的缘分。没想到竟然是他救了奶奶。生儿，我孙子有没有欺负你呀？没有。他要是敢欺负你啊，我就打他屁股。还笑？奶奶，这么大个人了，也不懂礼貌，赶快过来叫嫂子。嫂子，生儿，外面下雨了，咱赶紧回屋，跟西周啊泡个鸳鸯浴，再造个大孙子。奶奶，走。别让他们听到了。你要我头发？奶奶在外面帮忙，教的不错。你要再乱摸，我可不保证假戏真做。那我也不能任你欺负吧？有些力气不如多教点。怎么，你就这么合作的？利用我站稳了脚跟，就想谋杀亲夫？亲夫？看来应该是成了。傅先生，为防节外生枝，我们还是签一个合作协议吧，为期1年，期满后我们互不打扰。在他洗清嫌疑前，我绝不会动他。就算没有这1纸契约，你也可以安心的在傅家当。你那么在意那个扳指的主人，万一他哪天回来了，我怎么办？你怎么那么关心扳指的事儿？难道你真的是他的主人？不是，医学认亲的时候不都已经证明过了吗？主要是跟我妹妹有关，所以我就关心一下。你什么时候跟你妹妹这么好的关系？那都是误会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原来你早就心有所属。行，你早点休息吧，傅太太。要你们多嘴，差点露馅儿。奶奶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给西周看看，晚点我再给你送药啊。
好，有你在他身边，奶奶就是睡过去了，也安心了。奶奶，呸呸呸！你至少啊能活100岁呢。奶奶，小鱼啊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亲孙女看，现在西周的婚事也了了，就差你了。奶奶，我不想嫁人，我想这辈子都陪在你身边，陪着西周哥哥。胡闹！奶奶还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，你插在他和生儿之间像什么样子了？就这么说定了，奶奶一定给你找门好亲事。我伺候了你10几年，因为那个贱人想拆散我和西周哥哥。既然连你也不站在我这一边，那就别怪我让你一觉不醒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多谢顾家。客气了，副总。不过我不会是各取所需吧？既然你我是各取所需，那夫妻之间该尽的义务。副总，夫人和少爷在午休，请不要打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少奶奶特意给老夫人准备的草药。顾北生，你以为挟恩求报就能抢走我的西周哥哥？那我就让你引以为傲的医术折在我手里。奶奶，这是我特意为您配的药，对您的心脏调理特别有帮助。真香。这个是安神丸，有活血化瘀的功效。我还在里面加了红枣、白糖，这样你喝起来就不苦了。我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有你这么好的孙媳，有你这么好的奶奶，那才是我的福气呢。奶奶，你快试试药吧。好。这药吃了，瞬间心里舒坦。奶奶，你别吓我呀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奶奶你怎么了？奶奶你别吓我！顾北生，你到底给奶奶喝了什么？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在药里加其他多余的东西，而且剂量都是我严格把控过的，所以奶奶不可能是因为我的药中毒。顾少，这红花的剂量虽不过量，但老夫人年纪太大了，于她就是剧毒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救活奶奶，要是救不活，我要你的命！副总，这下头之人太过阴寒，我也会念法术啊。奶奶，顾北生，奶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非要害死奶奶？到底是谁想害死奶奶？刚刚拦着不让我检查的是你，你还狡辩！够了！确定能救活奶奶？我一定竭尽全力。顾北生，你若是能救活奶奶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奶奶若是没了，我要你偿命。不用你取，若是救不回奶奶，我任凭处置。毕竟她是唯一一个把我当做亲人的人。老夫人手指动了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叫医生！顾北生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你为什么想毒害奶奶？我没有害奶奶，你让开，让我给奶奶把脉。你还敢过来？你怀疑我在药里做了手脚？你敢说奶奶不是因为喝了你的药才昏迷的吗？你。老夫人这是中毒了呀！医生，你看，奶奶就是喝了这个。这药里含有大量的红花，红花虽然有活血化瘀之功效，但是对于心脏病的人，无疑就是中毒。不可能，这药里绝对没有红花。奶奶，你醒醒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是顾北生，他在奶奶的药里放了大量的红花，想毒死奶奶。奶奶，顾北生，你又给奶奶吃了什么？你非要把奶奶害死你才开心？你确定奶奶是药物相克红花中毒？
我确定。我刚刚给他吃了能解百毒的上清丸。说谁指使你的？要害死奶奶！顾北生，你别想倒打一耙。奶奶可是刚刚吃了你的药，医生只不过是例行检查而已。你现在要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一个什么都没做的医生吗？我都忘了蒋小姐你了。我听石青说，午后你来奶奶的房间，下午又去了一趟我的卧室，还向下人打听我的药。哼，难不成你现在还要诬陷我？到底是我诬陷，还是你起了杀心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蒋小姐大学学的是药理专业吧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就是恰好。你敢发誓你没有害奶奶？我发誓，我要是害奶奶，我就不得好死。够了，够了！顾北生，你确定奶奶还有救？西周哥哥，你不能再相信他了。我发誓，一定救回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奶奶现在情况很糟糕，我必须给她放点静脉血才能上药。哪有你这样治病的？西周哥哥，你不能再让他胡闹了，他本来就有嫌疑，他这样奶奶身体会吃不消的。给我闭嘴！老夫人醒了。奶奶，苏医生，我刚刚替奶奶把过脉，她根本就不是红花中毒。你身为一个医生，却背弃医德，谎报病情，形同杀人，你还有脸再穿这身白大褂吗？原来是你。副少去接班制的主人去了，请二位稍作等待。姐姐，我现在都迫不及待要见到你那个老姘头了。顾新宇啊，别忘了你才是班制的主人。如果傅西周带个老头回来，不知道你的江岩哥哥知道了会怎么样啊？顾北生，你就不怕待会儿我揭发你？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当这个富太太。与其不让我好过，不如想想怎么全身而退。你故意下毒加杀人未遂，又该判几年呢？顾新宇，没关系，姐姐也会帮你好好打点的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没什么，瞎聊。陆廷东，怎么会是他？顾小姐认识我？当然，陆家的代理掌权人，谁人不知呢？怎么会是陆廷东？他可是首富陆家的人啊！这顾北生的命怎么就这么好？陆廷东，那按辈分来说，他不就是我表哥吗？原来是你。确实有人在我的药里加了相冲的药材。奶奶原本就有心脏病，这才导致她气血瘀结，抽搐昏迷。可苏医生一口咬定奶奶是红花中毒，我这才用的上清丸。上清丸怎么了？无毒者用了上清丸，轻则瘫痪，重则毙命。苏医生，你行医几十年，不会连这都忘了吧？给我一些药，最好是相克的，能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中毒。这……你要是不想你家人出事，就乖乖听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是我干的。来人，苏医生杀人未遂，把他送进监狱。是我干的。起开！奶奶，小鱼，你赶紧给你大嫂道个歉。今天要不是她，奶奶我说不定已经死了。对不起，大嫂。该死的顾北生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想必这位就是西周的妻子了，幸会，幸会。请坐。陆先生看起来好眼熟啊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姐姐可别说大话了，你怎么可能认识陆先生？想必是在新闻上看见的吧？也对，我现在的身份还是顾家大小姐，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认识他的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认错人了。没关系。林东，你看看顾二小姐这枚扳指，是你们陆家的？
陆先生，这可是我妹妹最宝贵的东西，您可要仔仔细细的看。那是自然。我明明找的是一个老头，怎么会变成是陆廷东？难道扳指真的是他的？不会的。陆总，这块扳指……富儿小姐，我想问你，为什么我们陆家的扳指会在你这儿？你的意思是4年前那个女人已经死了？对。那她为什么会把这枚扳指给你？难道你们认识啊？因为她原本是我们家的佣人，被人下了药丢了第1次，死前托我帮她找到扳指的主人，物归原主。没想到那人竟是陆少你。我可没说这枚扳指是我。还好，不是表哥就行。这枚扳指确实是陆家的旧物，也是4年前弄丢的。可我没说弄丢的那个人是我。所以那晚跟顾北生发生关系的，并不是陆廷东。生儿，既然那个女人是你们顾家的佣人，那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傅少，我这也刚回来，确实不知情啊。可我记得你上次让我陪你去顾家取东西，难道不是这个？我以为那是顾家祖传的宝贝，应该值点钱，所以想拿来当嫁妆。行了，你们先出去，我跟陆少有话说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一定要找到4年前那个女人。至于这枚扳指，已经脏了。你就这么丢了？这可是价值上亿的帝王翡翠扳指啊！再好的东西，给了一个恶心的女人，也会变得一文不值。为什么我们陆家的扳指会在你这儿？我完蛋了！竟然真的是陆廷东，那岂不是便宜顾北生攀上更大的高枝？郭二小姐，你还没回答我，为什么这块扳指会在你这儿？陆少爷不妨说说，您是在哪儿丢的？什么时候丢的？4年前在华林酒店附近丢的。附近丢的？是。顾小姐这么问是？别误会，我妹妹记性不好，我想多问些，也希望她能记得清楚一些。想利用我攀上陆廷东，做梦！顾星宇，你还没回答陆少的问题。 4年前那天，华林酒店附近有神秘附上玉字，我可不能引祸上身。哼，我看你还怎么编？是我4年前在华林酒店附近遇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，对，是她的。女人？可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的是一个男人。时间太久了，我又伤过头部，记忆出现偏差也是难免的。 无缘无故一个陌生的女人为什么会给你这个东西？你真当我好骗？我确实记不住她的名字了，但她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样，姐姐？没能如你所愿，是不是有点小失落呀？是对你挺失望的，你居然在关键时刻放弃了攀附陆家。早就猜到你想利用我攀上陆家。 只是没想到，陆少根本不是当年那个人。陆家本来就是我的，我还用得着攀吗？是啊，好险，还好不是陆廷东。鸭子嘴硬。石助理有事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顾小姐，副总说了，从今往后，顾家的人不能踏入傅家半步，所以请您离开。那他呢？他也姓顾。 顾小姐说笑了，这位是我们少奶奶，当然和外人。什么少奶奶？你知不知道她？顾小姐，您再不离开，别怪我动粗了。禀告大小姐，有人花高价查您的资料。我的资料？准确来说。 是您和顾青宇的资料，对方开价5个亿。5个亿？难道扳指的主人就是傅西周？他开始怀疑我了。资料显示，少奶奶是被顾家收养的弃婴，20岁时因为杀害妹妹顾星宇未遂，导致入狱4年。有说因为什么入狱吗？好像是因为江家少爷江岩，少奶奶喜欢江岩，所以江岩喜欢的却是妹妹顾星宇。
少奶奶爱而不得，这才在华林酒店市场爱而不得，华林酒店。刚刚看你没吃晚饭，所以特意给你送来。明天有时间吗？陪我去参加江家的宴会，顺便看看你的江岩哥哥。这人吃错药了吧？没事提那个普信男干嘛？怎么不敢去？难道你真喜欢江岩？那有什么不敢？你先玩会儿，我去处理点事儿。嗯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喜欢江岩哥哥，可他现在是我男朋友，你这样一直盯着他，不太好吧？江岩是吧？听说当年很多人喜欢你，我这绿茶妹妹就是其中一个。顾北辰，你装鸡毛呢？当年喜欢我的不还有你吗？不然你也不会把心雨推下楼。你这个杀人犯！我喜欢你。江岩，我麻烦你上厕所的时候好好照照，我随便找个男人都比你强100倍，好吗？该死的，亏我还在担心你没事吧？你装的顾北辰，你这样就让我更加厌恶。这位先生，我从来没说过喜欢你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你这样的错觉。心雨，不是你就告诉我顾北辰喜欢的是我，他是因为你选了我才欲擒故纵的，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忍心把我推下楼？还不是因为他想独占你。对不起，差点错怪我的宝贝。敢欺负江安的嘴嫂子，看我不玩死你！走，端给他。余春药想让我当众出丑，有意思，那我就陪你玩一玩。欢迎各位来参加小李江安的生日宴。安安，过来。哎呀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江小姐。各位晚上好。你们笑什么？江小姐，你的衣服啊！爸，哥哥，安姐吧。这可是江家赌场，一定有着股份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他怎么收场呀？江小姐为了钓金龟婿，可真是好手段呀！是他，是顾北辰害了我，就是他！是他，是顾北辰害了我，就是他！这人看着好眼熟啊！这不是那位顾家大小姐吗？听说刚从牢里放出来。想不到顾家还有个杀人犯女儿，她来干嘛？姐姐，你就算再恨我，也不该让安安在生日宴会当众出丑啊！顾北辰，没想到我刚拒绝你，你就过来欺负我妹安安。到底为什么要害安安？他既然敢挑杀，就该自己辩。让我道歉，凭什么？就凭你害了我，哥哥，我不要活。顾北辰，你还不赶紧滚过来给安安道歉？姐姐，还是赶紧道歉吧，不然江父可是会把你关进牢里呢。这个顾北辰还真是不学好，一放出来就开始害人。我看啊，还是把他关回去比较好。江小姐说我陷害你，可有证据？你刚刚撞了我一下，就是那个时候划破了我的衣服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何害你？谁知道你存了什么歹毒心思？好吧，我承认，就是我干的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就是我干的。竟然自爆了，这顾家大小姐还真有点意思，一出来就害人。谁说不是呢？杀人犯就是杀人犯，坐了这么多年牢，还是改不掉那恶臭伤人的毛病。顾北辰，既然你有脸认，就赶紧过来道歉。该道歉的不是我，是他。你胡说什么？要怪就怪江小姐想陷害我的手段太拙劣，我不过是一棒还一棒。一派胡言！你安安可不是这种心如蛇蝎的杀人犯。刚刚江小姐在我酒里下药，让她的女仆端给我喝。江小姐，你能说说这酒里下了什么药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胡说！胡说！要不然我把监控调出来，让大家看看你的恶行。江小姐，
你不会忘了这里面下的是什么药了吧？顾北深，你少血口喷人了，安迪都给你下泻药，恶作剧罢了。泻药，好啊。既然如此，我这里还剩了一点，江小姐不妨尝一尝。既然你说酒里下了药，你喝了为什么没事？因为我会医术，他的药自然对我没用。江小姐，既然是泻药，你也尝一下，如果发作，会医者仁心，替你施针。什么施针啊，姐姐，你根本就不会医术啊！不会医术还敢给人施针，不怕扎死人？我看他就是拖延时间。欺人太甚！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扔出去！我傅西周的女人，谁敢动？我傅西周的女人，谁敢动？哟，这不是傅家那个病秧子吗？他什么时候好了？上来就这么维护顾北生，他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能证明顾北生确实会医术，我能康复，也归功于顾小姐的针灸治疗。傅西周，你个老六，怎么不一狗到底啊？什么？竟然是顾北生治好的傅总？难道顾北生说的是真的？他真的会医术？那江小姐，这酒你是喝还是不喝？我不会喝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下跪道歉。哥哥，你是为了给你们出口恶气，才会被他陷害。是我家安安犯的错，但是看你身体也没什么大碍，这件事就扯平了吧。扯平？江总，账可不是这么算的。如果我现在报警，那就是人赃俱获。傅少，顾北生欺人太甚，休怪我不给你面子。来人！他刚才看我的眼神好清晰。江总，如果你不想江氏此刻在帝都消失，就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瞎了眼了，怎么连傅少也敢打？看来傅少说的都是真的，否则他怎么会保护顾北生呢？你傻了吧？顾北生治好了傅少的病，可不就是傅少的恩人吗？傅少，对不起，下人没长眼。那请你以后就长眼。顾北生不仅是我傅家的恩人，更是我傅家未来的当家主母。什么？傅家主母？爸！闭嘴！糟糕，药效没清除干净。热，好热，好热。回家。大骗子，你明明说过要娶我，为什么对我不管不顾？你说什么？我等了你4年，可你怎么都没有出现。顾北生，你心里惦记的到底是谁？你的鼻子好挺，嘴巴也很温柔。居然还想把我当成别人的替身！说，你心里的那男人到底是谁？我心里哪有什么男人啊？你说有人承诺过要娶你，还让你苦苦等了4年。不行，不能让傅西周知道我是为了找到4年前那个男人才留在傅家。好吧，我承认是江岩。所以你是因为还喜欢他，今天才故意？我哪有？我想赶紧跟他撇清关系，我早就不喜欢他了，是他一直在纠缠我。那就好。果然，这个吻和4年前那个女人一模一样，在她身上才有让我熟悉的感觉。这个老六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哦，所以你是吃醋了？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傅太太，难不成我还要允许自己的头上种满青青草原？不是说好了，我们只是合作关系。然后呢？我替你治病，你让我当你的傅太太，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吧。我看你刚才还挺享受的，难道你的所需还没得？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想休息了。傅少，请自便吧。区区一个江家，也敢对我陆家的千金动手！
天凉了，就让江家破产吧。市中心那儿有块新地皮，你让廷东弄个地皮项目的招标会，再指定把订单交给顾家小姐。虽然我们答应她对她的身份要保密，但也绝不能让她受到一丝丝的委屈。陆总，您既然想将地皮直接送给大小姐，那您为何不直接出面递给小姐？你不懂，生儿这孩子跟他母亲一样倔强，我若直接说给他，他肯定不会要的。确实，大小姐此前就一直拒绝以陆家的身份强压顾家，反而是以她的身份委托我帮她的狱友申诉。不愧是我陆轩的女儿，有情有义，是我的骄傲。既然她自己有自己的主见，那我这个做父亲的更应该尊重她、信任她，这样她才能回到我的身边呢。好的，陆总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这就去转告表少爷。顾小姐，之前您给我们家里人钱，是为了让我揍那顾北生一顿，可是那顾北生都出狱了，所以这钱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，顾北生这4年来在监狱里都干了些什么？他呀，仗着自己会医术，收买了一帮女囚犯，不过呢，也没少因此惹是生非，经常关禁闭。听人说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就是喜欢在房间里涂涂画画。涂涂画画？是啊，顾小姐，别说，他画的画那是真的不错。他出狱的时候啊，有好几幅都没来及带走。我正好啊，偷偷的藏了一幅。您瞧，什么？这可是繁星大师的作品，他的画作在市场上都已经卖到上亿了，怎么可能是他顾北生画的？难道顾北生就是繁星大师？大小姐，方才我得到消息，顾新宇去了您之前待过的监狱，还拿走了您的画。我的画，看来他是知道点什么了。但是我的画，它不配染指，我这就去会会他。哎呦，宝贝女儿，这是繁星大师的画作。没错，但听监狱的人说，这是顾北生在监狱里画的。什么？顾北生画的？那可是繁星大师一幅画作1万不止，怎么可能是顾北生？哎呀妈，我也不愿意相信，但这就是事实。这画要是真他画的，他就可真好看。怎么说？我个傻丫头，她是你姐姐，顾家大小姐，她不是还没和傅西周成婚吗？那她婚前的财产自然属于我们顾家的，下可发财了。你妈说的没错，好歹她现在也属于顾家的人，父亲拿女儿的画天经地义啊。就是，只要他一天姓顾，他的钱就是我们顾家的钱。他竟然是繁星大师。心雨，这画还多吗？多着呢，妈。当初顾北生着急离开监狱，画都没带走。什么？那我们去监狱里把那些钱那些画全都拿回来。你们这群跳梁小丑密谋的可真是精彩啊！你们这群跳梁小丑密谋的可真是精彩啊！听说我的画被送到了顾家，我是来拿回我的画的。顾北生，我还没有去找你麻烦，你到现在反过来问我们要东西。麻烦？找我什么麻烦？是搞砸了江家的生日宴，还是……你是繁星大师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现在用父亲的身份命令你，去监狱把那些画全部都拿回到我们顾家。当我说话是放屁是吧？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们这群吸血鬼能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。姐姐，我劝你还是回监狱把那些画都拿回来吧，这样咱们还能算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
那画是我画的，照你这样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拿走顾家的一切，让你们去睡大街呀？那怎么能一样？我们是你长辈。长辈？当初你们把我送进监狱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是我长辈？臭丫头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！年纪大了就不要老是动手。这幅画你们不还也行，就当赏你们。真的吗，姐姐？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幅画的。随便，大不了我再去天成花园再画上一次。管他呢，快点找地方把这画卖了。妈，不能卖。为什么呀？我突然想起来，明天是陆少的地皮项目招标宴。听说陆少极其喜爱繁星大师的画作，有了他，陆家的项目还能跑得了吗？还得是我宝贝女儿呀！那块地皮可价值100亿，拿下它，我们顾家飞黄腾达，指日可待呀！顾北生，既然这是你主动送上来的礼物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想抢我的东西，也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。给我盯好顾家，有情况及时汇报。是，小姐，你要小心副少。他之所以查扳指，是因为怀疑偷走扳指的主人就是4年前案发事件的同伙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顾北山，还有丢脸，拿面来！顾北山，你还有丢脸，拿面来！把人按住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司机周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顾北山，4年前你不守妇道，丢尽了顾家的脸，现在还害我江家跟着一起丢人，你这种贱妇，活该进猪笼。4年前不守妇道。江安安，你几次3番害我，看来真想体验一下进监狱的滋味。司机周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傅太太当年和野男人一宿一宿，被心雨看见，才进监狱。因为野男人进过监狱，傅太太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？傅七周，他竟然……你干嘛？擦药就擦药，你亲我干嘛？这样你就不疼了呀？拜托，你是在哪个脑残剧里学的？真以为这样不疼啦？不然怎么转移你的注意力，让你乖乖配合？你是在占我便宜啊！原来你是觉得刚才你吃亏了，那不如亲回来处理。不用了，好了，你快走吧，我要休息。少儿，如果你就是4年前的那个女人，该多好。大小姐，顾新宇带着您的画正在赶往陆家的招标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顾新宇，你不是一向自诩骄傲吗？今天我就要把你的骄傲踩在脚下，让你永远抬不起头来。陆少，我特意为您备了一份宝礼，还请您收下。天哪，那是谁啊？顾北生，这可是陆家的地皮项目招标宴，他怎么会来？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好漂亮！帝都还有这样的名媛吗？不知道啊，一定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吧？这个顾北生又来抢我的风头。陆少，还是快看看我给您送的礼物吧。这画，繁星大师的作品。繁星大师，他可是被誉为艺术界的天才画家，随便一幅画都能卖到上亿的价格。何况这幅画还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。顾总，这幅画您怎么得到的？这有什么？这只是小女心语
随手做的画吧。顾星宇是繁星大师，这也太让人意外了。是啊，顾家出了一个天才少女画家，真是光宗耀祖啊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就是繁星大师吧？傅西周，你都知道了？不是你让我调查你的吗？所以我也顺便调查了一下这个顾星宇，发现他其实根本就不会画画，倒是你早就在绘画领域年少成名，还有这身非凡的医术，是从何人？不用解释这个，我是想问你今天怎么会来这儿？毕竟傅家可不缺这块地皮啊。因为我的女人想要。你别总说我是你的女人。怎么？难道你还有别的身份？因为野男人进过监狱，傅太太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？不好，听林霄说，傅西周查狱班只是因为一起暗杀事件，我不能让他误会我和暗杀事件有关。进监狱，你之前调查我的时候不都知道了吗？傅先生，你我好歹夫妻一场，难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吗？哎，江安安是摆明了要害我，他和顾家是一伙的，难道你相信他的鬼话，都不相信我这个傅家救命恩人呢？好吧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啊，你干嘛？包扎伤口。没事儿，就是划破点皮。这么深的伤口，你把它称为划破点皮，傅太太，你也太没把我当成你的男人了吧？疼就叫出来，别忍着。我听说之前傅家指名道姓要那个顾星宇嫁给那个病秧子傅西周，还好没有嫁过去，不然可就耽误了。这可不，这就便宜了杀人犯女儿，替嫁冲喜，杀人犯配病秧子，真是绝配啊！小点声，傅西周也来了。怕什么？他是将死的废物。该死！居然如此羞辱我选中的男人！沉住气，别忘了今天此行的目的。各位谬赞了，今日我来招标宴，招标是其次，送礼才是初心。因为听说陆少极其喜爱繁星大师的画作，所以才想说给您送一幅来。表就说让我把订单交给顾家小姐，还要我好好照看她，说的应该就是顾星宇。这画我就收下了。顾小姐这么有才华，顾总又这么有诚意，那么市中心的那块地皮就……陆少，我也想跟您谈谈地皮合作的事情。顾北蛇，你这个臭丫头上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谈生意的呀。我想要拿陆少这块地来给自己办个发展。这不是顾家那个杀人犯女儿？该不会是来捣乱的吧？我看她就是嫉妒妹妹的天赋，为替嫁的事儿怀恨在心。就她想和繁星大师抢地皮，她也配？我当然配，因为这幅画就是我画的，因为这幅画就是我画的。我没听错吧？这顾北生说画是他的，可笑！这杀人犯怎么可能是繁星大师？难不成他是在监狱里面作画吗？石青，查一下今日的宾客名单，我要让他们为今日的所作所为买单。姐姐，你别这样，我实在是害怕。顾北生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4年前推你妹妹下楼还不够，现在还想过来抢她的身份和项目？天底下哪有你这么狠毒的姐姐？天哪，原来顾北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坐牢的呀！最毒妇人心啊！我算是见识到了。各位快别说我姐姐了，既然姐姐说画是她的，那就是她的吧。只要她以后别再伤害我，我没事的。心玉小姐姐真是温柔善良，反倒这个顾北生刻薄恶毒，给繁星大师提鞋都不配。就是，他怕是蹲监狱把人都蹲傻了吧？要不然他应该多去精神病院多待2年呢。既然如此，陆少，您可以看看画的右下角有一个字母 X，
那是我画画留下的习惯。没事的吧？我早有准备。顾小姐说的没错，确实有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还真被顾北生这杀人犯给说对了。你傻了吧？她们可是姐妹呢。顾北生当然知道顾新宇小姐画画的癖好啊。没错，画上确实有一个 X， 那就是我的名字，顾新宇的新。顾新宇，你还真不愧是流量狗啊，什么热度你都敢蹭。姐姐快别逞强了，一个画家肯定是用自己的名字当做记号呀。就是顾北生，哪有你妹妹半点懂事？识相的你就赶紧给我滚出去，不要脏了我们陆少家的地盘。我说了，这画是我画的，还有陆家这地皮项目也将会是我的。异想天开，我看你是疯了！爸，你也别说姐姐了，就当这画是她的吧。也请各位不要再攻击她，攻击我们顾家了，毕竟家丑不可外扬。抱歉，新宇，我来迟了。是云聪先生。云聪先生，那可是艺术界的大佬，没有谁不知道他的名号的。云聪先生是为新玉小姐来证明的，这回就看顾北生还有什么好说的。诸位，我曾亲眼见证这幅画的诞生，没错，它正是繁星大师的作品。听到没，杀人犯？这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看来这顾新宇也是有备而来，连云聪都能被他收买。听到没，臭丫头，赶紧向你妹妹道歉。别急呀，顾新宇，既然你说画是你画的，那你可记得这画中的景点在何处？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幅画的。随便，大不了我再去天成花园再画上一幅。我当然知道，这画是在天成花园做的，那儿的风景特别好。是吗？可我分明记得这是监狱角落的小花圃啊！胡说八道，这么好看的景色，怎么可能是你那破烂不堪监狱里面的小花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妹妹上台作画一幅。如果她能画出来，那我当场下跪给她道歉。怎么了，顾新宇？你不是说你是繁星大师吗？不会不敢上台作画吧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如此羞辱我？若你执意要说画是你的，我不跟你争，我走便是了。走什么？堂堂的繁星大师，难道还怕作画吗？是啊，顾小姐，您随便画上一幅，不就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了吗？不是我不想画，抱歉各位，是因为我的手受伤了，画不了。是吗？顾北生，你疯了！你是说你手受伤了？我看这手还挺灵敏的嘛。不是这只手，是另外一只手。医生说我这是肌劳内伤，需要好好休养的。内伤？那可太巧了。前几天傅少为我证明过我会医术，那如果只是内伤的话，再让我扎一针就好。姐姐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顾北生，当初推新宇下楼还不够吗？现在还要用针去扎他，我就应该报警，再把你抓回监狱。顾北生现在是在做什么呀？当众行凶吗？就是，就算这个画不是新宇小姐画的，又跟你这个杀人犯有什么关系？没错，杀人犯就应该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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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凭什么让我滚？我今天也是来送礼的。哼，你送礼？你能送什么东西？新宇小姐好歹送的也是繁星大师的画，难道你要送你在监狱里做的那把破伞吗？这已经是早期的作品，我现在已经看不上了。还在吹牛呢？有本事你也拿出来一幅啊！我看他哪来得出来呀？就算有，指不定是从哪偷来的呢。如果只是一幅画，那太过于单薄，不如我让你们看看更精彩的画作，怎么样？
这是怎么回事？顾北生竟有那么多繁星大师的作品，而且都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。顾小姐，请你解释一下。还有云先生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是顾新宇，他拿钱找到我，说我只要出面替他证明就行了。我也是一时财迷心窍。云先生，喂，顾小姐，你拿别人东西冒领你身份就是不对，还不快跟你姐姐道歉！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为了顾家能够拿下这笔合作，我都是为了顾家好呀。现在我把这幅画还给你，求你不要将此事宣传出去。晚了，你碰过的东西，我心脏。你这幅画价值上亿，就这样被你毁了？我们顾家怎么养出了你这种败家女啊？我不仅要毁了她，我还要把这些画都送给陆少，来抢你顾家的生意，让你顾家1毛钱都得不到。孽障！你这个吃里排外的家伙！顾成华，项目没了，名誉受损，这都是你顾家应得的。陆少，这些画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请您收下。顾小姐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画里面这幅城堡是？我小的时候总是做相同的梦，我只不过是把梦境画了出来。那你可知道，你梦里的是陆家的城堡？你梦里的是陆家的城堡。我问你，你小时候是不是被拐卖过？是。我只是顾家的养女，能画出陆家的城堡，小时候还被拐卖过，那你一定是我表妹吧？我终于找到我表妹了。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。抱歉，西周，我太激动了，忘记她现在是你妻子。什么？顾北生原来就是首富陆家走失的千金小姐？哇塞，杀人犯摇身一变变成千金小姐和画家大佬，这是什么梦幻场面啊！从前还以为这顾北生亲生父母肯定是个穷困的落魄户，这才丢了孩子。她竟然是陆家的千金小姐，这怎么可能？姐姐，你确定你住的是陆家城堡，而不是上网搜的图片画的吗？没错，陆少，就算顾北生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子，也不一定证明就是您的表妹啊。如果申儿真是陆家千金，那他又怎么会需要我的身份来对抗顾家？第一，陆家别墅特别隐蔽，从未对外开放，所以网上根本搜不到图片。第二，仅凭一幅画就认亲戚，林东，你也过于武断了吧？是傅西周怎么回事啊？故意拆台，打乱了我回归陆家的计划。西周说的有理，我太激动了。陆少，我觉得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亲子鉴定。我就不信他顾北生真是陆家千金。亲子鉴定说的没错，顾北生，你愿意和我不愿意，因为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份现成的亲子报告。因为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份现成的亲子报告。原来真的是你啊，生儿。表哥，我本来想处理完私事再回到陆家，没想到因为一幅画就被你认出来了。没有关系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哈。不可能！陆少，请看，上面的日期是上个月，上个月他还在坐牢呢，怎么可能有时间出去做亲子鉴定？这分明就是你撒谎！没错，陆少，我可以作证，上个月他还在监狱里呢。这个小贱人出来就是为了碰瓷您的，提前准备好了所有的一切。顾北生，怎么是上个月的亲子报告？这是凌霄给我的。凌霄可是陆家的大总管呀，姐姐要是早知道是陆家千金，怎么还会回来找我们顾家拿那10%的股份呢？没错，他就是撒谎成性，早知道不收留他这个孩子，真是个祸水。顾北生，我看在西周的份上，不和你计较。你现在给我消失，马上，马上！让我消失？凭什么？这份亲子报告就是真的。姐姐，你装什么呀？
我知道你恨我们顾家上次把你送进监狱，所以你才会假借扳指想攀附上陆家，找我们复仇。但假的就是假的，一只野鸡再怎么变，也不可能变成凤凰的。说的没错，陆少，我看您还是别太给他面子，小心他当鼻子上脸。我还以为顾北生真是陆家千金呢，亏得他还是繁星大师，看来只有作品好，人品不咋样啊。佢今次將件事搞得咁大，以後邊個仲願意買佢畫？我覺得佢永遠都唔可以再買佢嘅破畫了。你們給我把地上的破畫丟出去！我們陸家不歡迎辛靖宇畫的東西。陆廷东，你別太過分了。顧北生現在是我傅西周的太太。過分？我能有你傅太太過分？她仗着你我的關係，竟然敢戲弄我！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陸家有多在意被丟的表妹嗎？她竟然敢把我當猴耍，難道不過分嗎？行。我就让你彻底明白。给你5分钟，马上到陆氏集团招标大会。是，大小姐。是生儿的电话，他怎么了？回陆总，大小姐在表少爷的地痞招标宴上遭到了众人羞辱。什么？竟然有人敢羞辱我陆轩的女儿！这个陆廷东，他在干什么？表少爷并不知道大小姐的身份，他正在找人将大小姐赶出。真是翻了天了！陆轩的女儿，我自己护着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说把陆轩陆总喊来呢？照这份亲子鉴定来看，陆总可是你的父亲，认父亲不比买通一个总管要强。就是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，你要是陆家的千金大小姐，我顾成华的名字就倒着写。就是，还5分钟喊来陆家人。我看他不仅是个杀人犯，还是个精神病。各位别着急呀，一会儿自会见分晓。生儿，傅西周，连你也不相信我吗？姐姐，5分钟已经到了，不管是林总管还是你的假父亲陆总，可是一个都没来呢。这场赌局是你输了。我也是傻，你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是陆家千金？我竟然再次相信了你。来人！给我把顾北生丢出去！廷东，你过分了！直接上，不用管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不仅林大主管来了，顾总竟然也親自來了。難道顧北生說的都是真的？你傻啊！有人冒充千金，陸總梗係要嚟到當場去拆佢台面喎。有救！混账！照顧好妹妹，就這樣給我照顧的？什麼妹妹啊？表少爺，陸總讓你好好照顧顧家大小姐，因為顧家小姐就是陸總失散多年的千金。什麼？她真的是我表妹？沒想到這顧北生真是陸家千金啊！噓，細聲啲啊！如果俾陸總知道我哋阿媽咁樣對佢嘅寶貝女，我哋以後都咪使旨意喺江城撈啦。原來她真是陸家小姐，難怪她說扳指是她的。可她明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為何不回陸家？這怎麼可能？她顧北生一個沒人要的棄女，怎麼可能是陸家的千金大小姐？對不起，生兒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為你是騙子，你會原諒表哥吧？說到底，這事兒也怪不得表哥，畢竟周圍煽風點火的人太多。是啊，這個是地皮合同的項目，價值100億，這是你父親要我特意交給你的。這是那個合同，這個對於陸家來說是9牛1毛，對於我們顧家可是……你是說想讓我把項目合同讓給你？就想。姐姐，有件事我想告訴你。姐姐難道不想知道4年前與你共度良宵的男人是誰嗎？你說什麼？別忘了那件事可是我一手策劃的。顧心雨，姐姐別激動呀，只要你把合同給我，我保證會安排你們見面的。如果你早就知道，之前為什麼不說？之前我以為那扳指是那碗男人的，但陸少說了，扳指是他丟的，就不得數。如果姐姐真想知道那扳指是誰的，那還得我幫你。
顾星宇，你最好保证你说的是真的，否则我一定会倾尽全力送顾家三人去吃老死。放心吧，姐姐，我一定会安排你们见面的。灵儿，你跟顾北辰说啥了？他怎么给我们了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对了，明天你记得帮我找一个人过来，记住，越老越丑越好。陆北生，就算你真是陆家千金又怎样？最后还不是我手心玩物。陆总，您之前不是一直说想见到大小姐，怎么这会儿不敢说话？啊？什么？生儿，爸爸不是在说你。生儿，我知道，你是我爸爸。生儿，那我是。你是哪位？我知道，你是我表哥。这位就是你替嫁过去的丈夫。是的吧？他叫傅西周。傅家的公子，我知道。不过生儿，过去你和他结婚，那是为了报复顾家。现在你自己都是陆家的千金小姐，还需要傅家少奶奶的身份吗？爸，你的意思是？过去你们两个是因为利益纠葛在一起，既然没有感情，那就离婚。爸，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？我都没有准备呢，要不我们以后再说吧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我准备过2天给你准备一个千金宴呢，到时候我把全江城的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都请过来，你呀，只要在里面好好的挑选一位你最顺眼的结婚。啊，爸，还没到你叫这声的时候。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生儿，我先找人先准备准备。臭小子，跟我一起走。其实爸说的也没错，顾北生，你跟傅西周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利用吧。傅总，我看你的病好的差不多了，而且我的身份已经被公开，想要扳倒顾家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我再住在傅家确实不合适。怎么，现在吃干抹净就想脚底抹油？我哪有？明明是你对我吃干抹净，我再不脚底抹油，难不成还要赖上你？那现在换我赖上你行吗？不行。是，不许离婚。表哥是具体的，表舅来跟你们解释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周，刚刚我接到你奶奶的电话，这才想起来，小时候陆傅两家订过娃娃亲，而且两家把结亲的信物互送了。什么娃娃亲？什么娃娃亲？生儿，你别激动啊！小时候你被这可恶的人贩子给拐走了，这件事才不了了之。那现在你回来了，你就跟小周好好过日子吧，啊！怎么样，傅太太？现在你想赖都赖不掉。你给我等着。我说的那些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老板。那就行。一会儿你可千万别露笑，不然后面的钱我可不付。放心吧，老板。姐姐愣着做什么？快坐呀！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王强，就是我跟你提到过那晚的男人。原来那晚那个女人是你呀！你说你是那晚的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吗，宝贝？4年前的平安夜，华林酒店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你后肩上有一块心形的胎记，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吗？
干什么？快追啊！别怪我们提醒你，她可是陆家的千金大小姐，攀上她，你可就要飞黄腾达了。就你废话多。哎，顾小姐，你怎么走了呀？不是说你在找我吗？恰好这么多年，我也一直在找你。别碰我！臭婊子，你他妈装什么装？没听到他说的吗？别碰他！没听到他说的吗？别碰他！傅西周，没事吧，珊儿？傅西周也来了，这回可有好戏看了。王强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说了让你别偷抢姐姐吗？你怎么还来？你要敢再动他一下，这只手就别想了。我是他的第一个男人，4年前就给他送了定情信物，约定结婚。你又是谁？凭什么碰我老婆？你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我的记忆出现偏差？送我扳指的是这个男人？是。副总，查到了，那个王强就是个小混混，在外面欠下了不少的赌债。我也用扳指试探过他，没有任何一点反应。想来4年前我在华林酒店遇到的那个女人，可能和我后来被暗杀的事儿并非一码事。那这枚扳指，既然这枚扳指是我夫家与陆家昔日的定情信物，你就帮我锁进保险箱吧。记住，4年前那个女人的事儿，一定不能让太太知道。明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查到王强的账户上多了一笔巨款，但是他已经全部用来还赌债。原来是有人故意在背后搞鬼，去查，看看背后有什么猫腻。顾星宇，看来顾家要因为你彻底从江城消失了。这旗袍这么好看啊，谁的？小姐，这可是老夫人亲手做给您的。你怎么知道是做给我的？那可不是嘛，这旗袍的颜色呀，是小姐您最喜欢的，老夫人肯定是想给你个惊喜，这才让我悄悄的拿给你。好，那你先去吧。哎，真是，竟然还偷偷给我做件礼服。小袁，旗袍拿到这里来。生儿看看，喜欢吗？奶奶，这是给我定做的，喜欢吗？明天是你的千金宴，那可是个大日子，到时候啊，你就穿这件去。谢谢奶奶。糟了，这旗袍怎么是送给少奶奶的啊？要是蒋小姐知道，我可就完了。怎么了，珊儿？奶奶送我的旗袍不见了。怎么了，珊儿？奶奶送我的旗袍不见了。快来不及了，千金宴马上开始了，等我们回来再找小偷。你先换件礼服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所以都准备了一件，你挑件自己喜欢的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万一尺码不对怎么办？你的尺码86、80、88对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你快出去吧，我要换衣服了。我接个电话，你先进去。喂。这就是陆家找回来的那个千金小姐啊！她可不仅仅是陆家小姐，听说因爱深度，还是个杀人未遂的劳改犯。刚刚一直听他们议论呢，原来是嫂子来了。嫂子，今天晚上你可是主角呢，怎么看着一脸不高兴呀？小鱼，你怎么偷穿奶奶给我的旗袍啊？小鱼，
你怎么偷穿奶奶给我的旗袍啊？仗着自己是陆千金，就敢欺负富家大小姐？什么呀？那只是傅老夫人收养的孩子，不过倒是当成亲孙女来养了。大嫂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听不太懂哎。你身上这件旗袍是奶奶专门为我做的。你的意思是说我偷了你的东西？我可没说啊，这是你自己说的。大嫂，这件旗袍是奶奶做给我的，你要是喜欢呢，我回头就跟奶奶说一声，让她也给你做一件。你没有必要当众跟我抢它。我说了，这是奶奶给我的。你要是这么坚定呢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说的了。小圆儿，过来。这位呢，就是奶奶身边贴身用人，旗袍就是奶奶让她送给我的。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她吧。我问你，这旗袍当真是给蒋瑜的吗？天啊，这陆家千金这么不要脸的吗？人家好歹也是傅奶奶的孙女，不可能做一件衣服给外人的，对吧？她怎么能抢别人的东西呢？你快别说了，人家可是蹲过大牢的，要是把别人逼急了，说不定过来捅你2刀呢。真是太丢人了！还好陆家人没到，不然肯定后悔生了这么个漂亮女。少奶奶，蒋小姐是老夫人的孙女，亲手做的旗袍一定是给孙女的，您就不要和她抢了。听听这打脸的声音，啪啪响啊！真是个逗逼，抢别人的没抢成吧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他怎么怕成这样？难不成这其中真有什么猫腻？不过说起来，这件旗袍确实有点不太合身。好，非常好。我也很想把这件旗袍让给你，但这是有人第一次为我做衣服，我不想糟蹋奶奶的心意，所以蒋玉小姐，请您换一身衣服，可以吗？顾北生，我已经证明这件旗袍是我的了，你还要咄咄逼人是吗？我也不想，换做别的我早就送你，但这件不一样，必须换。顾北生，顾北生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就是，旗袍可是人家奶奶做的。你一个不知道到底是姓顾还是姓陆的，有什么资格穿傅老夫人做的衣服啊？这是在做什么？傅少，你快管管吧！你的未婚妻正在欺负你妹妹呢。小鱼，你怎么穿着奶奶送给生儿的旗袍？小鱼，你怎么穿着奶奶送给生儿的旗袍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蒋小姐真的偷了傅奶奶送给顾北生的衣服？听傅少这意思，好像还真是这样。不行，就算这件衣服真的是顾北生的，我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西周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她虽然是大嫂，但是你也不能当众撒谎偏袒她吧？这傅西周不偏袒自家妹妹，而偏袒老婆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蒋瑜，你在搞什么鬼？蒋瑜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换还是不换？大嫂，这里虽然是陆家，但是你也不要太嚣张了。我嚣张还是你主次不分啊？撇开我陆家大小姐的身份不说，我还是傅西周的未婚妻，傅家未来的主母。你不过是傅家收养的孤儿，你凭什么跟我争啊？这旗袍就是奶奶送给我的，我绝对不换。蒋瑜，奶奶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为什么穿着我亲自为生儿做的旗袍？奶奶，你是不是开玩笑的呀？你这不是为我定做的吗？你还选了我最喜欢的颜色。怎么可能是为你定做的呢？你看你穿这衣服合适吗？你不觉得你的腰都要勒得变形了吗？这个礼服啊，穿在你身上毫无美感。奶奶，还不快去脱下来还给深深？我都已经穿上了，怎么脱下来呀？再说了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这个时候让我怎么去换衣服呀？那也是你自找的。奶奶，先别动气，是奶奶不好。蒋瑜这丫头啊，我平时太惯着她了，谁知道她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我怎么感觉这傅老夫人更喜欢顾北生呢？蒋瑜居然抢别人的旗袍穿，亏我之前那么相信她。你还在这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换下来！我不换！你这丫头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很听话、很明事理的呀。顾北生，要不是看在傅奶奶的面子上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才不会管。蒋瑜抢了顾北生的旗袍，还将旗袍穿坏了，顾北生居然帮他。不愧是陆家千金，格局就是不一样。都这样了，还懂得以德报怨，才不要你操心。小鱼，
我就说哪个贼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偷生儿的礼服？查了监控才知道，原来是你这个挑拨离间的内鬼。副厂老夫人，看我跟了你们那么久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跟了我这么久，还是不明事理。既然这样，傅家是容不下你了，你自行离开吧。不要啊，我错了，老夫人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老夫人。老板，待会我不会也像这样被赶出来吧？你怕什么？只要你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我保你事成之后还能得到一大笔钱，直接实现财富自由。可是20万。得嘞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顾北生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值得您这么费尽心思的对付他？不该问的别问。顾北生，这一次我要彻底毁了你！臭小子，你和生儿在一起1个多月了，生儿的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？你该不会是病得太久了，还没恢复吧？奶奶，该不会真的不行吧？不成，待会生儿的宴会结束啊，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，去那个什么男科。奶奶，我很好，不用了。万一你不孕不育怎么办？您要信不过我，你还信不过你孙媳妇的医术吗？如果我真不行，那她怎么会同意结婚呢？奶奶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只要你们俩在一起好好的，没什么问题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奶奶和生儿都不知道那个女人的事，我该怎么跟他们解释？找到她之后又该怎么安排？啊，奶奶，宴会快开始了，我先去门口接我父亲去。好。你们2个跟我过去看看。多加警惕些，以防可疑人员进入别墅。人马上就到齐了，是时候好戏上演了。生儿，我们的生儿真是越长大越好看。好了吧，宴会快开始了，就差你们了。是啊，表舅，这可是生儿的前几宴呢。哦，对，可别因为我们耽误了时间了。诸位，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小女的千金宴。在此之前呢，我特地为我的女儿打造一顶王冠，这象征着咱们陆家对生儿的宠爱。生儿，来，宝贝女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正式回归到陆家了。谢谢爸。我的老婆大人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呀？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呀？你什么人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岳父大人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王强。什么岳父大人？你再乱讲，小心我要让人拔了你的舌头。谁问你叫什么？我们是问你来干嘛的？我当然是来带我老婆回家的呀。胡说八道，没有你的老婆。保镖呢？快，赶紧把这个人赶走。抱歉，陆总，我这就给他带下去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顾北生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我跟你之间的关系？你这个荡妇！睡了我就不想承认了吧？天哪，这是什么惊天大瓜？陆家千金竟然跟这个流浪汉一样的男人睡过！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胡说八道！赶紧带走！赶紧！我没有胡说八道。顾北生，你后背上有一块细形的胎记，你身上有多少个毛，我都清清楚楚。放开他，让他说下去。这样才对嘛！金青老婆，走，跟我回家。你什么意思？今天我倒想问问你什么意思？你今天来找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带你回家呀！
重温一下4年前华林酒店1306的一夜春宵。4年前华林酒店1306，我住的不是1309吗？那时候你搂住我的脖子，你和菲菲，你敢打我，都是你逼我的。想必在座的各位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吧？这位首富陆家的千金，4年前在华林酒店把我给睡了。结果等我起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人已经不见了。我找了他4年，整整4年，我就想让他当我老婆，我有错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是那个男人，那我问你，这是你给我的那枚扳指？那我问你，这是你给我的那枚扳指？对，就是这枚祖传的信物。这是我在路边随便买的。你等等，4年前平安夜华林酒店1306，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在1309，是不是你记忆偏差记错了？那晚把扳指给了一个女人，并不是被暗杀者拿走。生儿，原来你就是我苦苦找了4年的人。傅西周，谢谢你替我解围。生儿，是我啊！你难道把我忘了吗？当年你不是在1306，你是在1309，对吗？顾北生，你在期待什么呢？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那天遇到的男人正好就是傅西周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激动。4年前的平安夜，我确实在华林酒店，但我在1306。1306？怎么会呢？生儿，这不就是1306吗？我也记得很清楚啊。生儿也是你配叫的。你敢打我！你要再敢闹事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来呀，这灭口是吧？也是怕我说出你们的丑事儿吧？副总，您不知道啊，这个傅西周4年前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发生了关系，他就等着找到那个女人，然后踹了你的好女儿。这两家关系原来这么乱啊！乱什么呢？2个人私生活都不检点，这不刚好凑一对儿吗？谁说不是呢？还好他俩在一块儿了，要不然还要去祸害别人。西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能是怎么回事啊？傅老太太，你的好孙子和好孙媳妇儿早就貌合神离了，都等着找到旧情人，互相踹了对方呢。奶奶，奶奶，王强，有没有人告诉我，拿再多的钱也得有命花才行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会信你？你还要继续演吗？顾星宇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？你连命都不要！胡说什么？没人给我钱，我就是来找回我老婆的。副总，顾星宇，又是你在背后捣鬼！老板，这不是顾家那小女儿吗？我就是被顾北城推下楼那个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听他喊傅星宇老板，他不会真的收人家钱财过来胡言乱语的吧？该死，没想到躲在那都会被发现。看来这傅西周是早就知道我来了。哎，姐夫，你干什么呀？顾星宇，我问你，从宴会开始你就一直在外面鬼鬼祟祟，是想干什么？我哪有鬼鬼祟祟呀？其实我是知道姐姐回到本家了，我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，但我又怕姐姐生我气嘛，所以我才会躲在外面远远的看姐姐一眼的。是吗？你是想看我过得好不好，还是想来看我有没有在江城众世家名流面前丢脸？姐姐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们姐妹一场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你丢脸呢？你敢说这个王强不是你花钱雇来泼我脏水的？巧了，自从在咖啡厅碰到你们之后，我就调查了一下这个王强。你猜猜我发现了什么？顾总就算调查到了什么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好，长话短说，王强因为赌博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但就在前段时间，有人突然把这笔账给他清了，而汇款人的名字就是顾星宇。既然真的查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顾星宇，你还有后招，别慌。所以你就找了个丑男人故意恶心我？我是为了帮你啊，姐姐。姐姐跟了傅少，就该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怎么还能惦记外面的野男人呢？别挑拨离间。我相信你，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在我的眼里都不过是一些小把戏。所以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位特殊嘉宾，陈总监
出来吧。天啊，那既然是江城张总监陈天华，这下有好戏看了，一定有大事件。顾新宇，你敢当着陈总监的面再说一次，当年是我把你推下楼的吗？怎么回事？难道当年的事另有隐情吗？我就知道我的生儿不会是谋害妹妹的人。陈总监，你务必好好调查。不可能！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所以在我出狱前就派人搜集了证据，就等你主动送上。凌霄，各位请看，这是4年前案发现场视频，只不过当时事情发生之后，视频被蓄意消除了，加上顾新宇一醒，急着指控北生小姐，这样北生小姐才背了这口黑锅。不可能！陈总监，这个视频一定是被人蓄意合成的。当初的视频明明都已经删除了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顾新宇，你该不会不知道有一种技术叫做数据恢复吧？不管你再怎么删，你所犯下的罪行是永远不会消失的。顾北山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当初就不应该留你一命，就应该让监狱里的那些人把你给打死。没想到还真是顾新宇干的，毒妇，活该他坐牢。就是，要不是顾北生小姐心理足够强大，早就被他害得活不下去了。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一群墙头草！刚刚是谁一直在嘲讽顾北生？一群见风使舵的小人！你这个毒妇还敢猖狂！陈总监，你听到了吗？他已经承认对生儿陷害了，而且还在监狱内买通罪犯，对生儿痛下杀手。你赶紧把他抓起来！慢着，生儿，你这是……爸，顾新宇犯下的罪孽不止这一件，我说要清算，那就得一件一件事无巨细的好好算清楚。顾北生，你这个贱人还想干什么？当然是你给我下药的事，你不会忘了吧，顾小姐？4年前。要不是你故作受辱，喊我去酒吧又给我下药，我怎么会被带到1306房间喝？陈总监，数罪并罚，顾新宇能判多久？下药本身就违法，加上他故意伤人、事后毁灭证据、伪造假证等等，桩件加起来，估计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什么？那岂不是无期徒刑？我要一辈子待在监狱里了。爸妈，快来救救我！你还指望那对夫妻来救你？痴心妄想。不过我可以让他们陪你一起，把他们带进来。我的宝贝女儿啊！人齐啦，那今天可是你们3个最后一次团聚了。顾成华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我们可是你老婆孩子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既然如此，那就把顾家的产业捐给贫困人员，这样顾成华，你就能安心的坐牢了吧？什么？顾北生，你不能这么做！顾家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！陈总监，把他们带下去吧，吵吵闹闹的，真有够烦。王强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王强，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！记住了，如果事情有其他变化，你就……可是这样我要坐牢的，大不了我们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。顾小姐那晚进的的确是1309，是我亲眼看到的。你敢！别忘了，你的家人可全部都在我手上。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他们完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啊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还用说吗？还不是这个被捡回来的白眼狼把我们女儿给欺负的。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死到临头了还互相攀咬。陈总监，我举报顾成华、许慧荣对于顾新宇犯罪事实知情不报，甚至伙同顾新宇犯罪。顾伟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新宇哪里犯罪了？徐慧荣，你就别再装了。顾新宇被判无期徒刑的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，还有你们从犯罪到包庇罪，怎么也得关个3、5年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陷害你的事是他们俩干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生啊，说个话呀！好歹是你爸爸呀，养你那么长时间，可不能坐牢啊！我要是坐牢的话，我们顾家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你。快，你救
救护车！傅西周，活该！就算没能杀了顾北生，杀一个傅西周也是好的。怎么了，姐姐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的愤怒呀？是不是恨不得能杀了我？顾新宇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。你以为你的牢狱之灾会好过吗？你怎么对我的，我会一五一十的还回来。顾北生，我诅咒你，你永远找不到那个男人，永远，你都是一只肮脏的下贱货。我已经有了我爱的人，至于那个男人是谁，已经对我不重要了。傅西周，奶奶，我现在才知道西周对我是真的好，他知道我并非清白之身，还愿意为我挡道。我也不介意他的过去，等他醒了，我只想好好跟他过日子。唉，都是可怜的孩子。原来如此，西周哥哥竟然还有这么一段往事。病人现在陷入了深度沉睡的状态，你们可以试着多讲些过去开心的回忆，唤醒病人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对了，家属跟我来一下，有些注意事项要说。奶奶，你留下来陪着西周，我去就行。两个都跟我一起走吧，一个去交费，一个跟我走。西周哥哥，西周哥哥，你还要睡多久啊？我都知道了，你一直都在找4年前在华联酒店的那个女人。其实，我一直都知道你要找的那个女人是谁。西周哥哥，我才是你要找的女人。西周哥哥。西周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小鱼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在玩什么兄妹相惜的亲密游戏吗？大嫂，嫂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什么意思啊？4年前在华联酒店跟西周哥哥在1309相处一夜的女人，是我。你说什么？小鱼，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！奶奶，我没有乱说，我说的是真的。那天是平安夜，我本来想去找西周哥哥带他回家，可是那天西周哥哥喝得烂醉，我又不想让奶奶看到他那副样子，所以就带了他去华联酒店。他跟我发生了关系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因为我害怕呀，我是被奶奶收养的，我们对外是兄妹关系，我怎么好意思把这种事情说出来？小鱼，你我没事，奶奶。小鱼，你先起来，毕竟你们不是亲兄妹，这有过一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嘛。你说什么？我才是你要找的女人。你不是傅老太婆收养的孙女蒋云吗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顾小姐，你现在一定很不甘心吧？你说那个顾北生凭什么压你一头呀？还把你害到如此地步，你不觉得他就该死吗？原来你也跟我一样，都对他恨之入骨。没错，现在你帮我一件事情，你的仇恨我来帮你完成，怎么样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告诉我一切，傅西收和顾北生4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年顾北生进的房间确实是1306，想必你也知道，傅西周一直在调查那晚遗失的扳指。你是说这个吗？西周哥哥，4年前那个在华联酒店1309和你共度一夜的女人是我。怎么回事？这都不行。生儿
辛苦你今晚守着西周那孩子了。没事儿的，奶奶。身为富家的媳妇儿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好，那你有什么想法，说来听听。既然蒋小姐想继续留在傅家，那就留在傅家就好了。反正我陆家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想必我父亲也不会介意我娶一个如意郎君上门啊。行啊，那都听傅太太的，反正这辈子我赖定你了。那就这样说好啦，我的驸马爷。黑子兄，你们这些年轻人也真是的。蒋瑜妹妹，这样你就可以永远待在傅家了，可还满意？嫂子说的有道理。那我还有事，我先离开了。哼，就你这点伎俩，还不配我暴打绿茶？该死的顾北生，他怎么不去死啊？快来帮忙呀！3个拟压倒病人误食中毒，现在情况很危急。你既然害怕，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说出来？除非你有什么别的目的。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傅西周，你想借这件事情踢我出局，好当你的傅太太。但是傅西周要怎么选，你不能替他决定。大嫂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这件事情明明我就是受害者。是啊，生儿，再怎么说，蒋姨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身毁了，她也是委屈的呀。没想到吧，顾北生，就算你心里毫无芥蒂，我也不相信西周哥哥会不负责任。蒋瑜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娶。西周哥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也不用你娶我，我就是想陪在你身边，陪在奶奶身边。既然你什么都不想要，那我就送你出国。既然你什么都不想要，那我就送你出国。出国？我不出国。我说了，我就是想陪着你和奶奶。我现在心里只有生儿。虽然曾经我和他的关系是从一纸契约开始的，我也动摇过，找到你我该如何去平衡这段感情。但后来我才意识到，有可能会失去他，我才发现，这是我唯一接受不了的结局。因为我爱他，胜我的生。那我呢？那我算什么？我的清白又算什么？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但唯独我生命的位置只会是顾北生。所以你不管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结局。看来也只有这样了。我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我劝劝西周哥哥，我不想出国。对啊，西周，他不能出国。你道歉，他就一定得接受吗？你别听他的，我原谅你了。真的？那嫂子喝了这杯赔罪茶，就当是原谅我了。蒋瑜巴不得生儿子，又怎么会这么好心？算了，别喝。西周哥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还担心我在这茶里下毒害嫂子不成？好，既然西周哥哥不信我，那我喝。这回信了吧？难道真是我误会他了？蒋瑜，你西周哥哥不是那个意思，他现在病还没好，有点神志不清的。这样，你再去泡一杯，我一定喝。好，那我再给嫂子泡一杯。没事的，西周，你先去忙吧。没想到吧？知道你们不信，所以第一杯我怎么会下药呢？顾北生，看你这回怎么跑！副总查到了，4年前的平安夜确实蒋小姐去找过你，也是她送你去的酒店。还有话，立刻就说完。在监控上看到蒋小姐送你进去10分钟以后，你又把她赶出来，后来是另外一个女人推门进去。所以蒋瑜在撒谎。他不可能会突然提这件事儿，
他最近是不是见过什么人？的确，前段时间他去了趟监狱，见了顾星宇。顾星宇这张嘴，进了监狱也不消停。你去，让他再也开不了口。是。少奶奶。西周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咱们回家。嫂子，前几天是我错了，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我向你道歉。绿茶境的绿茶，我可不敢喝。你道歉，他就一定得接受吗？嫂子，接着喝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怎么了，嫂子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上个厕所。哎呀，小鱼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。哎，温小姐，这么着急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里边下药了呢。你又开玩笑，嫂子。开玩笑啊！怎么样，嫂子？我怎么感觉这么晕呢？晕就对了，我还怕你不。你，哈哈，哎呀，西周，秋儿，你怎么了？他才差点下了药，我能感觉到和奶奶当时中的毒是一样的，是他给奶奶下的毒。你先别说话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已经来不及了，西周哥哥，这药性极其可疑，顾北生必死无疑。骗人！生儿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报仇啦！顾北生，虽然你是陆家千金，就算你有西周哥哥的宠爱，但是你马上就要死了，你要东东一无所有。西周，蒋瑜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但你能不能看在她是你妹妹的份上？奶奶，你知不知道她做过什么事儿？之前你中毒的事儿就是她安排的，你还认为她是你的乖孙女吗？你说什么？蒋瑜她伤害了我2个最亲近的人，我一定要让她生不如死。吩咐下去，把蒋玉送进精神病院，我要让她一辈子不能再。春儿，你快醒醒吧，春儿，我求求你了。书记，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和4年前有关。我现在已经不想管什么4年前的事，我只想要我的生儿寻过来。4年前和您在华林酒店发生关系的人就是少奶奶。你说什么？我找到了4年前的目击证人，是酒店的一个清洁工。我拿您和少奶奶的照片给他看，他也确认那个人就是少奶奶。只不过当时门把坏掉了，6字倒过来变成了9。所以4年前的那个女人是生儿。对，少爷，这回是前证稳确。少儿，少儿，你听到了吗？原来早在4年前我们就已经有夫妻缘分。少儿，你快睁眼看看我吧。傅喜舟，我都听到了。你忘了，我会医术，我早就知道蒋瑜的药里有毒，不然我也不会放心的喝下去啊。你个小骗子！傅喜舟，好久不见，还好是你。还好是你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错过你。
我也是。